在2025年，五角大楼曾犯糊涂，一拍脑袋想要把 FAXX 预算砍掉 84%， 只留下7400万美元，这点钱也就勉强够维持设计团队不散摊子。那时白宫的理由很简单，造一架 F-47就够烧钱的了，再搞一架 FAXX， 美国的军工产能就扛不住。但国会不干了，海军也不干了。时间来到2026年，国会硬是追加了近17亿美元，硬生生把这架半截入土的6代机从鬼门关里拽了回来。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在2026年4月的海军联盟海天空会议上确认，中标方将于2026年8月公布，波音和诺斯罗普·格鲁曼2大航空巨头2选1，而洛克希德·马丁已经在2025年3月被淘汰出局。所以这架让美国政坛撕破脸的飞机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顶着财政压力和 F-47 一同研发？它对于美国海军意味着什么？ FAXX 不是 F-35C 的替代品，它要换掉的是2个更老的面孔， FA-18EF 超级大黄蜂以及 EA-18G 咆哮者。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司令丹尼尔·奇夫中将在2025年8月说得非常直白，他将取代超级大黄蜂和咆哮者2型战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架飞机要同时干3份工：空对空夺制空权，空对地钻防空圈，电子攻击瘫痪敌人雷达。但他可不是光杆司令，手底下还带着一群无人机小弟。根据美国海军2024年发布的协同作战飞机概念文件，每架 FAXX 可以指挥2到4架 CCA， 组成一个猎杀小组。FAXX 在后面当大脑，无人机在前面当先锋军。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的话说，这关系到我们航母打击群的作战半径，关系到隐身战机加油，关系到未来航空航母联队能不能继续活下去。所以 FAXX 不只是一架飞机，它是一个空中作战网络的指挥节点。FAXX 的具体参数目前还没解密，但从公开信息里已经能拼出一张让人倒吸冷气的轮廓。首先是它的航程，据防务媒体报道，作战半径可能超过1551公里。FA-18E 超级大黄蜂大约是700多公里，翻了1倍多。现代防空系统越来越远，航母必须躲在反舰导弹射程之外。FAXX 超远航程配合 MQ-25 隐身加油机，可以让航母打击群的拳头伸长到以前够不着的地方，且拥有更大武器携载量已是公开的共识。它需要带足够多的导弹才能撑起第一波穿透打击，还需要优秀的隐身能力来穿透敌军的雷达网。诺斯罗普·格鲁曼2026年4月发布的新概念视频里，展示了一架无尾飞翼布局、背部进气道的隐身舰载机，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积比 F-35 还降低一个数量级。从 B2 到 B21 再到 FAXX 一脉相承，被视为隐身基因的终极表达。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采用下一代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强化自身已是必然。巡航时省油，战斗时暴力输出，这就是我们通过已知情报描绘出的 FAXX 基本画像。隐身比 F-35 强，航程是超级大黄蜂的翻倍，能携带大量导弹击溃敌方防空网络，能指挥无人机承担起制空权加地面压制力的责任，还能随时刷软件升级，不断更新迭代。这就是6代机对自己的要求。FAXX 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不仅仅是它所展现出的能力，更是它被造出来的方式。传统战机开发动辄20-30年，先是军方提需求，厂商画图纸造原型机，然后试飞发现问题，回头改图纸，再试飞再改。F-35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1999年立项到2025年还在修软件 bug。 FAXX 则完全换了一种玩法，数字工程技术。诺斯罗普·格鲁曼搭建了完整的数字生态系统，设计、仿真、测试全部在电脑里先跑一遍。在真正上天之前，团队已在数字环境里完成了数百架次虚拟试飞，发现问题不用再等原型机的费时费力的重复试错，改设计不用等工厂流水线改模具造新零件。以前改一个气动面要花几个月做风洞测试，现在在电脑里拖动一下鼠标，几分钟就能看到详细的数据结果。普惠公司为 F-47 开发的 XA-103 发动机就是全数字化设计的典型代表。他们为发动机建立了数字孪生，在虚拟环境里模拟了数千小时测试，
所有问题在造出实物前就已解决。据普惠公开声明，已成功将研发周期缩短近一半。FAXX 的机体、航电、武器系统都在同一个数字生态里同步推进，设计团队随时调整参数，制造团队同步看到，不存在图纸变动但产线不知道的问题。这就是数字工厂的魅力。在造出真飞机之前，已经在电脑里飞了上千遍，所有问题在上天前就已改好。诺斯罗普·格鲁曼在 B-21 上已验证了这套方法。B-21 从设计到首飞仅用8年的速度震惊航空界，且试飞时多次达到代码1状态，一趟航程下来不用大修就能接着飞。现在这套数字工程经验被完整移植到 FAXX 竞标中，无论波音还是诺格都在用数字孪生加速研发。有人可能会问，全在电脑里模拟会不会不准？数字孪生不是替代实物测试，而是让电脑测试更有针对性。你在电脑里解决了 95% 的问题，剩下 5% 留给真实试飞。以前只能靠试飞才知道哪里会坏，现在是我们已经充分验证过它不会坏，这是划时代的研发逻辑。FAXX 的数字工厂意味着从合同签署到首飞可能只需要传统项目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这才是6代机真正的代差，不仅仅是数值上的提升，还要造得快、改得快、迭代更快。传统战机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硬件和软件是绑死的，想要升级换代就得重新设计整个系统和产线。FAXX 完全推翻了这套逻辑。据防务媒体报道， FAXX 采用智能蒙皮，把传感器融入机身，采用全域互联技术，与卫星、无人机等平台实时共享战场数据。最关键的是，它所采用的开放式架构可灵活配置各类传感器、武器和任务模块。简单的说，就和新式的模块化枪械一样，配件、枪管、子弹全部都能换。今天用的雷达老了，明天换一家厂商的新雷达插上去就能用。今天用的任务软件有 bug， 明天远程推送更新包重启就解决了。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在推进模块化开放系统方法，所有新一代战机都要遵循同一个软件标准，谁的软件写得好就用谁的。这种开放架构的威力有多大？ F-35 从立项到形成初始作战能力花了近20年，因为每一次升级都要重新整合几十个供应商的模块。 FAXX 的软件升级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周，这已经不能叫升级了，这叫进化。而且开放架构对武器也开放，武器舱和挂架采用标准化接口。今天要对空就上 AIM-120， 明天有新一代超远程空导弹也能直接换上，后天天气好就挂上定向能武器模块，即插即用。这就是6代机的软件定义能力。他买的不是一架必须返厂才能升级改造的飞机，而是一个可以随着战况不断优化到最佳状态的作战平台。这种设计让它在10年后依旧会是最先进的战机，因为软件可以一直更新迭代，挂载的武器也会随时代升级。除了传统的 AIM-120 和 AIM-9X，FAXX 将配备一整套新时代武器家族，其中最科幻的是定向能武器。据防务媒体报道，定向能武器主要包括2类：高能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激光武器不是科幻里的光剑对决，用一束高能激光照射目标，瞬间烧穿金属，引爆弹头或烧瞎导引头，光速就是它的速度，瞄准即命中。高功率微波武器不烧穿装甲，而是发射强电磁脉冲，直接灌进目标的电子系统，烧毁芯片，瘫痪雷达，让无人机变成废铁。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每年在定向能武器技术上投资超过10亿美元。我们不妨做个假设， FAXX 执行穿透打击时，前方突然出现一群敌方无人机蜂群，传统战机只能用导弹一个一个打，导弹打完就得跑。FAXX 打开微波武器，一束宽波束扫过去，几十架无人机的电子系统瞬间报废。只要飞机还有电，定向能武器就是无限弹药。当然，目前定向能武器还有技术瓶颈，就是功率不够大，射程短，加上容易过热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及会受天气影响打击效果的问题。但据公开资料分析， FAXX 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电力冗余和散热通道，等这些技术成熟之后，直接插上去就能用，这就是开放架构的泛用性。前面我们说到 FAXX 能同时承担3种类型的作战任务，做到3位一体，靠的就是它指挥的无人机。
2025年12月11日，美国海军在木谷角海上靶场完成了一次中程僚机能力演示。2架 BQM-177A 无人机在一架虚拟 FA-18 指挥下，自主完成了防守战斗空中巡逻任务，全程没有遥控。2026年1月5日，又完成了一次更贴近实战的演示。F-35飞行员在模拟座舱中，通过触屏平板同时指挥多架 CCA。这些测试证明，载人战斗机和无人机的协同作战已从科幻片中走进了现实。而在这场无人机革命中，有一款机型格外引人注目 YFQ-44 狂怒。2026年2月，美国空军正式给这架无人机授予战斗机编号，这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次，一架无人机被官方冠以 F 的战斗机代号。狂怒由安杜里尔公司打造，从合同到首飞只用了556天，尺寸大约是 F-16 的一半，没有座舱，没有飞行员座椅，没有生命维持系统，所有省下来的重量和空间全部给了燃油和武器。据公开报道， YFQ-44A 长约6米，翼展约5米，最大速度接近 0.95 马赫，升限5万英尺，设计过载高达9个 G。 人类飞行员在9个 G 的过载压力下只需要几秒钟就会失去意识，但狂怒没有这个限制，它可以无视人体极限，一直进行高机动作战。目前已经可以挂载 ARM-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美国空军计划采购大约1000架 CCA， 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 YFQ-44， 每架造价几百万美元，跟 F-35 的上亿美元比起来，连零头都不到。美国海军也在盯着这款飞机。虽然空军的 CCA 项目跟海军的 CCA 项目曾因为名字撞车闹过一些乌龙，但两个项目的技术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一架 FA-XX 从航母甲板上弹射起飞，身边跟着4架 YFQ-44， 有人机在后方保持雷达静默，4架无人机分成2组，一组前出侦察，一组在侧翼警戒。一旦发现敌方的雷达信号， YFQ-44 可以直接冲过去，就算被打掉一架，后面还有3架。作为主脑的 FA-XX 始终躲在暗处，等到敌方被无人机骚扰到焦头烂额时，主脑一发远程导弹过去，直接结束战斗。这种载人战斗机当大脑，无人机当先锋的战术，就是 FA-XX 和 YFQ-44 联手写下的未来空战答卷。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担忧，飞行员真的会被彻底取代吗？还请各位放心， FA-XX 依然是有人驾驶的，飞行员负责决策，负责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判断打还是不打，把那些危险的工作，比如侦察预警、钻防空圈和空中掩体的活全部交给无人机。美国海军的逻辑非常清楚，人是决策核心，无人机只是辅助工具，最后的扳机还是由人来扣下。2026年8月，波音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只有一家能拿到 FA-XX 的生产合同，全生命周期价值超过750亿美元。谁拿到这笔合同，谁就锁定了未来几十年的饭票。波音的优势，它是 FA-18EF 的制造者，对舰载环境、弹射起飞、拦阻着舰这一套比任何人都熟。而且波音已在2025年3月拿下了空军的 F-47 订单，2型6代机共享发动机技术，能省钱，能省时间。就是不知道波音公司如果同时生产 F-47 和 FA-XX， 产能不能扛住。不过美国海军内部不希望波音公司一家独大， F-47 已经是波音了，如果 FA-XX 再给波音，那海空军2家的6代机全被垄断，这不是五角大楼愿意看到的。根据新浪新闻2026年4月报道，海军多次暗示避免波音一统江湖，所以诺格中标的可能性略高于波音。但波音的舰载经验实在太硬，从技术层面上确实更有实力，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打包票。1986年凌云壮志让无数年轻人想去当飞行员。2022年凌云壮志2独行侠电影开头，将军对阿汤哥说，未来是无人机的天下，你们这些飞行员迟早要被淘汰。这句台词正是美国海军内部过去10年争论的核心。有人觉得无人机越来越聪明，还要飞行员干什么？也有人觉得 AI 再强也只是工具，关键时刻还得靠人拍板。FA-XX 就是这场争论的最终答案。在战场复杂的电磁干扰环境中，若是遭遇敌人切断通信链路，纯靠 AI 和后方遥控是不够的，前线必须有一个人类飞行员能独立思考，做出临场判断，在最混乱的瞬间拍板决定。因为 FA-XX 它不光是一架战机，更是带领无数无人机小弟的锋芒。电影是虚构的，但它传递了一个真实的信念，
在可预见的未来，飞行员们依旧会翱翔于天际，只是他们的角色变了，不再是单纯的空中杀手，而是无人机群的指挥官，是战场的决策者，是那个在数据洪流中做出判断的人。F-1XX 是美国海军对未来30年空战形态的一次豪赌。等到2026年8月，赢家揭晓，不管是谁拿到合同， F-1XX 都会在2030年代中期登上福特级和尼米兹级的飞行甲板，接替那些飞了30多年的老面孔，成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下一个时代标志。感谢各位看完这期硬核分析，各位觉得波音和诺格谁能拿到合同？未来的空战飞行员会不会真的被无人机取代？飞行员在指挥无人机作战时有可能遇到哪些困难？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喜欢，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3连。咱们下期再见。